又到了一天紧张刺激的卖鱼环节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拿岛彪哥，现在准备过去拉今天的最后一个网啊。海里面就剩下最后一个网没有拉上来，这个网拉完之后就可以返航回去卖鱼了。而且最后一个网也是全部渔网当中最长的一个网了。前面的3个网收获还算是不错吧，3个网也是有个100斤出头的渔获。然后就看一下这个网收获怎么样。好了，现在网也拉上来了，希望收获满满吧。上来的第一条渔获是一条黄鲫哦，今天黄鲫数量还可以哦，只是今天捕上的黄鲫都不大条啊，都是这种6、7两规格的，1斤左右的好像也就1、2条而已。不过看起来鱼圆圆的，还是挺肥的吧，拿来清蒸应该还不错。家鲫鱼啊，今天捕到的家鲫鱼倒是比较大条一些，而且今天这些家鲫鱼是又大条又肥的，肥度感觉要比旺季的时候还要肥一些呢。哇，这条鱼不知道是被螃蟹还是什么咬成这个样子，都烂掉了，直接丢回海里面做其他鱼的食物吧。应该是螃蟹或者是八爪鱼咬的，也有可能是河豚，螃蟹咬的概率比较大。因为那些石头蟹最喜欢咬我们网上粘住的这些鱼货了。小剥皮鱼来一条，今天的小剥皮鱼数量比较少，上一个网才捕上了2条小剥皮而已。第2个网比较多一些，不过也多不到哪里去，平均一个网大概也就10条左右而已。不知道是因为水温越来越冷了，小剥皮鱼季节开始过去了，还是说水温变冷了，它们游到小岛那边去了。家鲫鱼倒还挺多，家鲫鱼的季节一般都是跟小剥皮鱼差不多的，不过今天的家鲫鱼确实大条，上一个网上来一条接近1斤的呢，那样算很大条的了。毕竟家鲫1斤左右的是非常少见，真鲷1斤左右的倒是捕上来好几条了，比较常见啊。毕竟家鲫鱼长不到非常大条，而真鲷最大可以长到10几20斤了。这边海鲤鱼倒是来了一条啊，上一个网是海鲤鱼跟英哥鱼都没有捕到啊，在这一个网中鲤鱼来了一条，还挺大条的，肥度还可以哦。像这种海鲤鱼1斤也是可以卖到40块钱左右的，拿来简单的蒸煮熟就行，味道是不错的。肉质呈蒜瓣肉，鱼肉雪白雪白的，吃起来还是挺嫩的吧，怎么都是要比淡水鲤鱼好吃得多。这条应该也是有个1斤左右的。香头也是来了一条啊，今天捕到的香头数量就比较多了，比小剥皮还要多。这边泥猛鱼也是来了一条，今天捕到的泥猛鱼也是有一些，而且都是大泥猛啊，相对肉质会紧实一些。这个网倒是有几条小剥皮鱼，不过都是挺大条的哦。这一趟回去卖鱼的小剥皮也该涨价了吧？真鲷来了一条，这条真鲷应该也是要1斤出头的。今天捕上的真鲷都是这么大条，不大不小，都是这种清蒸刚刚好的规格啊。像这种肉质不会太嫩，也不会太柴的。再来一条泥猛鱼啊，不过这条看起来相对会小条一些，应该也就3两左右。这里又来了一条真鲷，也是这种1斤出头的。上一个网应该是捕到了有4、5条这种规格的真鲷呢。这个网没拉多久，上来了2条了。感觉这一个网的渔获效率还行啊，比上一个网要好一些。哟，又来了一条真鲷啊！大真鲷的季节还没到，中等规格的真鲷先来了。这条要大条一些，比前面2条都要大条一些吧，要1斤半左右。而且这条看起来肚子圆鼓鼓的，还挺肥的呢。这条清蒸应该不错。这种是家鲫鱼啊，长不到真鲷那么大条，肉质要比真鲷嫩很多。真鲷如果跟家鲫鱼都这么大条的话，家鲫鱼比较好吃。哇，今天捕上的小剥皮够肥呀，每一条肚子都是圆圆的，而且每一条估计都是要3、4两呢。像这种规格的小剥皮，如果一排不涨价，我就留着自己卖。又肥又大条的，
怎么卖都是要比鱼排给的价格要高一些的吧？不涨价我就自己留出来。这条泥猛就挺大条，这条夹脊也是非常的大，又是大夹脊又是大泥猛鱼的，而且今天连小剥皮都比较大条。又来了一条泥猛啊！这一个网的泥猛也不少哦，2、3条鱼货一起上来的，泥猛跟夹脊都有，2条泥猛鱼。然后这边一条夹脊也是挺大条的，像这种泥猛鱼其实红烧一下还是挺入味的呢，吃起来也是比较香。像我这种比较喜欢吃味道重一点的，我就建议红烧；清淡一点的就拿来清蒸。个人口味的问题呀，我们这边泥猛就喜欢拿来煮酸梅了。哟吼，这一个网的泥猛也是真的多哦。感觉比夹脊还要多呢，而且来的也都是这种比较大条的泥猛鱼啊，平均一条都是要半斤以上的吧。这一种的肉质比近海那种小泥猛要紧实得多。老实说，近海的那种小泥猛肉质太嫩不好吃，而且小泥猛肉太薄就没有什么肉，而大泥猛肉特别厚，满口都是肉，就特别满足。当然有一些比较喜欢吃嫩的鱼，他就喜欢吃近海的小泥猛了。也是个人口味的问题吧。又来一条泥猛鱼了，这一个是泥猛鱼跟夹脊鱼交替着来啊。哟呵，这个网是过底了呀，这下子网拉不上来啊，估计等一下拉上来也是要破一个很大的洞呢。沉底网放礁石区就是会这样子啊，经常都会过底的，这都是习以为常了。怕过底的话，你就不要放沉底网了，沉底网肯定经常过底的。网破洞的概率也比较高，好在我们的丝线比较粗啊，要不然一挂到石头立马就破洞。我们一般石头不是太大了都是能拉上来的，所以这种网就不容易破洞，即使破洞了也可以拿回去浑浑补补的，不像那一些网绳比较细的，破了就没用了。目前这个网也是有个半筐鱼货了，先把它们装起来，然后拿去冰箱那边保鲜一下。然后这边继续拉网，这一个网的第一个刺豚鱼啊，上一个网来的刺豚鱼就比较多，应该有个4、5个呢。可能也是最近刺豚鱼的季节到了吧，以前过来这边拉网一次也就2、3个而已，上一个网都4、5个了，然后其他网也有，估计加起来要超过10个了吧。又是一条真鲷。这一个网也是上了4、5条这种规格的真鲷了呀，这条也是相对比较大条，而且现在这种真鲷肥度还不错，可能因为鲷壳类的季节到了，但是大真鲷的季节还没到而已。说到鲷壳类的季节，怎么黑鲷就没有拉到过？前几次过来外海偶尔还能捕到个1、2条，但是这一趟是1条都没有捕到过哦，不知道是位置的问题还是……但是这种1斤出头的真鲷倒是来的挺多的，今天应该要捕到了10几条这种1斤出头、1斤多的真鲷啊！即使最大条应该也是不会超过2斤的。像这种规格的真鲷价格还行的，1斤可以卖到50块钱左右。又一条香头，今天拉上的香头数量要比小剥皮多很多呢。毕竟香头也是鲷壳类嘛，学名可是叫做平头鲷的。确实今天的小剥皮是够大条啊，你看这一条估计都要达到半斤以上的吧。像这种规格的小剥皮夏天基本没有，反而水冷的数量会多一些。又拉上来了一个刺豚鱼啊，香头，一条黄鲫跟一条真鲷，这条黄鲫大一点，然后真鲷还是这种1斤出头的规格。今天这10几20条真鲷也没有一条是超过2斤的。如果要拿来做刺身的话，应该要3斤以上会好一些。肥度是还可以，但是刺身的话相对太小条，肉质就没有那么紧实好吃了。这一个网倒是有几条海鲤鱼上来啊，而且这个网上来的海鲤鱼都是比较大条啊，肥度看得见啊，圆嘟嘟的。这种海鲤鱼油也是红色的，
所以我们这边把这种海鲤鱼也叫做红鱼啊。嘴巴那里有2条胡须，所以叫二须公还是3须公来的。这一个网的鱼货都是比较大条的，即使小剥皮跟夹级都偏大，可能随着水温越来越冷了吧，鱼货就越来越大，因为它们要储存点能量过冬了。这里倒是好几条的小剥皮一起上来啊，估计这一串应该也是要5、6条的，是串成一串一起上来的。即使加上这一串数量也是不多，比上一次数量少很多了。上一次是围岛放网啊，总共是捕到了40来斤的小剥皮鱼呢，也有可能小剥皮是躲到小岛的旁边去了呢。你看这些鱼货还活蹦乱跳的，好像鱼货的种类也不算多，值钱的鱼货也没有。这个网目前也是有个30斤左右收获，不过剩下的网不多了，应该剩下1/5左右吧，应该最多也就捕多个几斤上来而已。所以预计这个网最多也就30几斤的收获，然后全部的网加起来应该也是150斤左右。150斤的收获，平均30块钱1斤吧，有个4500，毕竟也没有什么值钱鱼货上来。第一个网是有大金枪鱼，还有老虎鱼，所以相对价值就比较高，比其他渔网要高一些啊。第二个网收获也还行，第3个网比较差。而现在最后一个网是比第3个网要好，比第2、第1个网要差，但是也是没有什么值钱的鱼货上来啊，龙虾都没有。现在龙虾的季节可是到了呀，但是也没有捕到一只龙虾上来啊，网也快拉完了，然后就等回去卖鱼，看这一些鱼货能卖多少钱吧，只能这样子了。等下次再去龙虾窝的位置放放网，看能不能捕到龙虾。龙虾窝的位置我还是挺期待的，虽然说远一些，但是也是很久没有去那个位置放过网了。但是就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去放过了，毕竟很多位置大家都是知道的，不是你一个人知道那个位置放网有鱼货而已，别人也知道，所以别人去那个位置放过网也不奇怪呀。不过还是决定下一次出来就去那个点试试看吧。确实这一个网的鱼货相对大条很多。好的，然后这一共也就拉完了，也就这么30来斤的收获吧。所有的网也都拉完了，然后现在准备返航回去了，辛苦了一整天了。然后我就开着小船慢慢的往回港了，毕竟现在也已经是夜里的10点多了。今天还算是比较早拉网的，5点多钟天开始黑就开始拉网了，拉到现在10点多，差不多拉网的时间就要用了5个小时了。边开船啊，然后喝几杯茶日身。从这边开回渔港那边去，大概也是要2个小时多一点吧，差不多。2 hours later， 开了2个小时的船，也是终于到达渔港这边了，准备直接开去鱼排那一边了。开去鱼排那边把今天的鱼货给卖一下吧，差不多150斤左右的鱼货，看具体能卖多少钱。今天的真鲷比较多，要10几20条。又到了一天紧张刺激的卖鱼环节了。今天的小剥皮不多，应该不超过10斤。然后就是一些家鲫鱼、香头这些类比较多。然后就算账点钱。今天所有的鱼货是卖了4725块钱，小剥皮一斤是50块钱啊，涨价了2块钱。其他的鱼货都还是正常价，光真鲷也是卖了1000多块钱了，收获也算不错了。然后现在把船停靠回渔港这边，就准备回去洗澡睡觉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。我是拿岛彪哥，喜欢看真实捕鱼视频的朋友还请给我点点关注哦。